那另一个好处就是你的老婆或老公觉得你很强哦，怎么可以房子都买了，然后出租以后你都不用管，你没有房贷要缴，每个月那边凑钱的压力哦，然后就有一点崇拜的眼光来看你，这样夫妻的生活也是会比较和谐美满。你不要每个月要去吃大餐，你就说哦没有那间房子要贴，所以我们没钱去吃饭，会变成这样哦。好，那小泽你要搞到什么程度？以现在的房地产来说，就是 IKEA 风哦，我一直推崇嘛，IKEA 风，IKEA 它要做也是最大众的口味啊。那你把房子弄得跟 IKEA 差不多哈、哦，就一定可以涨租金哦，一定可以。所以你就有事没事跟另一半去逛一下 IKEA，然后看说这个东西我自己做怎么做得出来哦，怎么弄。那这个也是个很不错的事情，也增进夫妻的感情哦。自产必知如何计算租金投报率，避免贴钱的风险哦。先说结论，有两件事情就好。第一，投报率最好能做到5%。第二，可以做一点小装潢来拉高租金。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哦。我们上一支影片聊了怎么挑到好租客，如果你还没看过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来跟你讨论投资用的房子要怎么抓租金哦。那接下来我们来讨论租金要怎么抓。来一样，先说结论哦。你这间房子的投报率哦，看能不能尽量去拉到逼近5%。哎，中南部可以哦，就是可以哦。那个双北不行就算了哦。那最少要让你平掉你付房贷的利息哦，才能够形成你在缴房贷是存钱的状态。那如果你在双北，除非是早期取得的房子，不然都应该是变成你还是要贴钱去养它的这种样子。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讲说投报率怎么算哦。公式长这样。投报率等于年租金总收入除房屋总价乘上100%哦。直接带案例，你买1000万，租金投报率是5%，那你年收租金看能不能收到50万哦。那月租的话就是41667。好，这个已经不是一般的行情会有的那通常要需要做一些改造才有办法实现。中南部就是可以嘛。好，来，接下来你就遇到个问题，就是你怎么算都不觉得这间出租的房子你有办法租到4万1哦。所以你要知道，至少不要让自己贴钱。那例如你在高雄租一间1000万的3房2厅，租金好一点，大概就落在2万到2万5上下。你怎么弄装潢都很难把它弄到4万。我们以这张房贷试算来说，1000万的房子自备20%，贷款30年，你一个月要缴的钱是30012块。那我刚才讲了，你这间房子可能只租到2万5，就变成你要贴5000哦，租2万还是要很不错哦。那这时候你至少就2个选择来，第一个是你就直接出租，贴就贴哦，因为你只是一个月多付5000块，就是持有一个正在膨胀的1000万的资产，还是很划算的。而且房客已经帮你付掉部分的本金嘛。那以这个房贷的试算图来说，你每个月要缴的利息是7803，本金偿还是22209，所以你出租2万5，房客实际上已经帮你付掉利息跟部分的本金了。然后最后你要知道，我建议整理之后再出租。我建议的操作是第二种，就是你先整理化妆一下再出租。那这有几个好处来，这样做的好处是你可能有机会把原本在租2万5的房子给它拉到3万甚至3万1、3万2，那这样你就不用贴钱了，多的钱你就拿来缴管理费，有的没的这样。另外你会获得2个好处，第一个是你的租客品质比较高，你就这样想差不多的房子人家租2万5就租得到，为什么人家要花3万来给你租？就是他对居住品质有追求嘛，家久来跟你租你也认得出来嘛，就筛选掉那如果是受薪阶的话，至少是个主管级嘛，他负担得起每个月多5000块嘛，所以你租给他你也会很省事。那另一个好处就是你的老婆或老公觉得你很强怎么可以房子都买了，然后出租以后你都不用管，你没有房贷要缴，每个月那边凑钱的压力然后就有一点崇拜的眼光来看你，这样夫妻的生活也是会比较和谐美满。你不要每个月要去吃大餐，你就说哦没有那间房子要贴，所以我们没钱去吃饭，会变成这样好，那小泽你要搞到什么程度？以现在的房地产来说，就是 IKEA 风我一直推崇嘛，IKEA 风，IKEA 它要做也是最大众的口味啊。那你把房子弄得跟 IKEA 差不多就一定可以涨租金一定可以。所以你就有事没事跟另一半去逛一下 IKEA， 然后看说这个东西我自己做怎么做得出来怎么弄。那这个也是个很不错的事情，也增进夫妻的感情对这几件事情先讲，不然怕忘记。就现在不是房地产吹冷风嘛这已经是事实了。那我自己的观察是这样跟你分享一下。先说台北台北市、新北市，
那台北目前依然持续在成交哦，那成交的行情没有特别的高，也没有特别的低，就行情这样。只是说现在的买方分布已经变成说50%是自住换屋哦，那50%是财富传承，投资客几乎都离开台北了。那我想这个也不赖嘛，就没有投资客在那边恶性炒作哦。那前面讲到那个50%自住换屋，自住换屋很重要的考量就是小朋友的学区哦。所以蛋黄依然非常坚挺哦。那50%的财富传承哦，那财富传承讲的就是，就天龙人嘛哦，有钱的天龙人，那通常都是怎样？长辈就是看生几个小孩，然后每个小孩一人帮他们买一间这样哦，要给小孩的这种属性。所以他那个也没有要投资，也没有要炒作啦，就是保值就好哦。财富传承哦，那你有钱，你要放在全台湾最顶尖的房地产市场。来自住换屋或是财富传承都可以只是说现在成交在4500万以上已经是目前的常态哦。我居然还有观众去买超过1亿的大安区房子，然后他们说我台北前辈的团队服务是非常的顶级他们的家族很满意这样。对，所以你要看那些财富传承用的房子或者好学区的房子你就加我前辈的 LINE。小老鼠拜台北，小老鼠买台北，这样加了你就看到他的大头贴那个是助理在顾的那他们会不定期的 po 这些房子给你参考。OK 那讲完台北，讲高雄高雄的情况是也一样市场降温那之前的乱买乱出价族群就不见了，我认为这样很好，因为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专心瞄准重大建设，就比较不会有那外行乱出高价的乱，你知道。那自从我拍了会员影片我会员影片不是都会拍重大建设嘛？那陆陆续续我拍了高雄的重大建设有，楠梓台积电到凹子底3大开发案、富邦凹子底 BOT 案，到71期4地重划、新高雄火车站，到亚洲新湾区你们观众很奇怪我拍一个重大建设，你们就跟着买一个重大建设附近。高雄我是很有信心没想到说这个观众好像比我还有信心买的比我还贵，买的比我还多真是蛮夸张那看好高雄，你瞄准重大建设，就找我推荐的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那在高雄你要卖还是要买那你就给他们一条龙就好了，就跟我一样，我过去10几年都是他们处理的，这是真的那我付的中介费这样子加起来早就超过7位数。那你看我还是愿意推荐他们就是真的很没问题嘛很专业很 OK。 他们的 LINE 是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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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老鼠5个 go 那他们有答应我说会 po 在这支 LINE 的房子是都会挑过就是专门给买房阿元的观众。那这些房子都怎样，都适合自产，也都在重大建设旁边，你可以加那个 LINE 来看看高雄没有台北那么贵祝你自产顺利，来高雄玩得开心，赞赞。讲故事，这是一个我听来的故事那你也听过，那就是纯属巧合有一个人叫小许小许是中产阶级上班领着稳定的薪水，那他也一直想要找到额外收入的管道本来看同事在那边那也想要在股市里拼一下，不过后来还是觉得买房收租最实在，然后他终于下手买了一间中古屋来研究一下怎么定租金反正他刚开始还想偷懒想说房子就给他空屋出租，管他的那租金只要还可以，这样就好了但是他想一想，他又不太甘愿，因为他想说没算好的话，说不定管理费里里扣扣一扣然后没赚到什么，还会去挤压到他每个月自己的零用钱。然后小许还有跟朋友讨论那后来小许为了要做出更好的租金听朋友讲的，他去做一点小装潢，他在网络上去收集资料，还加入了很多那个装潢讨论的社团，去看很多美图然后甚至考虑那个厕所要不要重新贴漂亮的瓷砖然后厨房水槽然后怎么有的没，然后中古的家具家电去换掉换比较新的，还是二手但比较新然后又在犹豫说这样会不会花太多钱，万一租金涨不了多少不就血本无归不过他也蛮实际的，他就去问了他的那个投资客朋友阿旺那阿旺在房地产混好几年，他听完小许的讨论以后，他就跟他说，你就抓总预算分配一下，看哪些装修的 CP 值是高的，比方说收纳空间的 CP 值是高的，那收纳空间你用现成的家具就好了，你不要去打系统柜这个 CP 值就会高
因为租屋主通常东西里里扣扣会一堆啦，找房子的时候会比较倾向先看一下收纳，还有灯光哦，灯光一定要好，不要买惨白日光灯哦。你灯的地方你去好好弄，反正灯具都很便宜，你也不用请师傅来装，你就自己装就好了哦。那看起来整洁明亮，你就吸领灯啊，或是一些气氛灯这样这都不会花很多钱。然后现在还有流行用那个灯带或者有人讲灯条那个东西弄起来是很厉害，它就看起来就是个哇好高级，然后其实它根本都不贵哦。那去 IKEA 挑一些好看又不贵的家具摆设，一套下来那个房租你光是591的照片都比人家强大很多，那涨价几千块都很合理每个月都涨几千块就是这样。那小许就算了一算，他就去搞这一套就对了，他就把他的租金往下提到31000、32000然后投报来逼近5%，然后他的投下去的钱大概用2-3年就收得回来，他就按这个方案进行。最后他只是墙灯光收纳一些家具上去下手，然后花几万块换家电，他有换到10万以上那花了10几万就把房子的质感整体提升出去，然后那个房租后来也用32000去租出去，然后他变成说他现在还款没什么压力也正在存钱，之后要再买一间。然后他说他下一间他打算直接去挑屋况不好，反正都要整理嘛，直接挑屋况不好，然后他的整理的幅度要大于这一间，看能弄到什么程度，这样就他可以花更多的钱去整理，然后看能不能去拉高更高的租金很多房东就是这样就是平平淡淡的一间又一间慢慢来的，也不是突然好几间，一间又一间，存到钱就买一间，买一间要自己去改一间，然后自己在那边招租，就这样那也祝福你未来可以跟小许一样就慢慢你的房子就多了起来，然后你还很会整理房子这样。